知道夜里坐火车为什么不能开窗帘吗？我坐火车时大雪封山，看见山里有个四肢很长的高大身影，在浓雾中对我招手。我正在疑惑那是个什么东西时，我爸脸色大变，一把关上窗帘，浑身颤抖着对我妈说：“他来了。”什么来了？这时是将近下午6点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妈在座位上打瞌睡，迷迷糊糊的。他来了，就在山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爸重复道，眼中是无法形容的惊恐。车厢内温度适宜，大家都穿着厚棉衣，一个个热得脸色通红，唯独我爸脸白的跟没了3天一样。我妈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，双眼瞪大，整个人瞬间精神起来。是不是你看错了？都过去好几十年了，那东西该老死了才对。我爸摇了摇头，应该不会看错。我妈听见这话，脸色也跟着白了起来。她把窗帘拉开一条小小的缝隙，悄悄地向外面看去。看了好一会儿，我妈的脸这才恢复了一些血色。肯定是你看错了，山里什么都没有。我妈用力拧了一下我爸腰间的肉，狗杂种，你是不是看我要睡着了，故意吓我？腰间的疼痛让我爸皱了皱眉，嘀咕一声，不会吧，我明明看到了。还装？我妈翻了个白眼，都搬家这么多年了，那东西都没有出现过，怎么我们出一次远门它就来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，你知道不？距离那里将近200公里呢。我爸点了点头，也是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就算那东西没死，这么远的距离也不应该能追上来才对。他有些不死心，又把窗帘拉开一条小缝隙，看了一眼。只是一眼，我爸浑身一颤，几乎从座位上蹦了起来。我爸的反应让车厢内的人都有些不明所以，纷纷看向他。我妈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我爸把窗帘拉得死死的，好半天才止住哆嗦。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看着我爸的脸色不像是开玩笑。我妈通过窗帘缝隙也看了一眼，下一秒她身子一抖，整个人瘫软在座椅上。我爸搂住我妈的身子，全身上下跟着我妈一起颤抖，整个人六神无主。怎么办啊？他来了，我们逃不掉了。我妈哭丧着脸，为什么呀？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而且是老一辈人犯的错，他为什么缠着我们不放啊？我被爸妈的反应搞得有些莫名其妙。爸妈，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爸摇了摇头，不能说他的名字，说了他就会记住我们的声音，我们就真的没有一点机会了。我不太懂爸妈为什么这么害怕，好奇地通过窗户看了一眼。那道身影比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大了很多，身上好像覆盖着浓密的毛发。由于天色太暗，距离又远，具体长什么样我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个人形生物，四肢很长。原本他还在半山腰，可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，他就来到了山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自己的腿变得不太听话起来，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开始打颤。我妈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，这才恢复了一些力气。她看着我爸说：“老李，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等死。”我爸点了点头。可是大雪封山，火车已经停下来了，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通车。那东西100-200公里都能追上来，这么近的距离，要不了多久他就过来了。我爸想了想，去其他车厢找了列车员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就回来了。怎么样了？我妈迫不及待地问。我爸脸色难看至极，雪下得太大了，起码也要明天才能通车。我妈无力地坐在座位上，完了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一把将我妈从座位上拉了起来。快走，我们去其他车厢。火车上面这么多人，气味很乱，我们换个位置，或许那东西就找不到我们了。我妈连忙起身，座位也不坐了，带着我就走进了其他车厢。这个年代火车线路并不多，车厢内挤满了人，声音嘈杂。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人，我爸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我们一家3口站在车厢的一个角落，爸妈分别牵着我的手。我能感觉到他们手心一片滑腻，全都是汗。现在只能等下去了，那东西就算再厉害，应该也打不烂火车。只要通了车，我们就安全了，那东西追不上来。我妈轻轻点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就在这时，车厢内突然有人惨叫了一声，原本嘈杂的车厢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。发出声音的是个年轻人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双眼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手机，满脸泪水。爸妈，那声音凄惨至极。我爸妈挤过人群，过去看了一眼，看清年轻人的脸过后，两口子对视一眼，脸色微变。东子，发生什么了？看着东子泪水止不住的流，我妈给他递了一张纸，疑惑地问。东子和爸妈是一个村的，我家住在村东头，东子住在村西头。虽然平时几乎没什么交集，但也算是认识，没想到竟然在一辆火车上。东子抬起头，看着我爸妈，李哥，嫂子，我爸妈没了。什么？我爸妈对视一眼，急忙追问，怎么回事？东子举起手机，将屏幕那一面展现在我爸妈的眼前。我也好奇地看了一眼，只见手机屏幕上出现一幅血淋淋的画面。画面中是东子家的院子，有2个人躺在院子中，没了脑袋，身体扭曲的几乎不成人样，身子也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啃得破破烂烂，地上满是血迹，只能从衣物分辨出来，
那是东子的爸妈。周围的乘客看着这幅画面都变了脸色，好可怜啊！是不是熊瞎子进村了？这边的大山里就有这种东西，这种害人的畜生就该打死。乘客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，唯独我爸妈低垂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这是我将近10年的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种画面，有些心里不适，强行忍住了想要呕吐的冲动。我小声地对着我爸妈说：“爸妈，会不会是那个东西干的呀？”爸妈连忙捂住我的嘴巴，别瞎说。东子似乎听到了我的话，猛地抬着头看我：“你说啥？什么东西？”我爸连忙说道：“我以前给讲的恐怖故事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估计给当真了，瞎说的。”刚失去双亲，东子沉浸在悲伤中，也没有多想，只是拿着自己的手机翻着相册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才出门几个小时，爸妈怎么会没了？相册里面是东子出门时拍的照，里面正是他的父母站在自家的院门外，对着他挥手。估计是距离远，这张照片有些模糊，只能看到2口子的身影。东子盯着照片，眼泪很久都没有停过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看着东子手机里的照片，咦了一声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东子有些意外地转过头去，看着说话的中年乘客。中年乘客指着东子的手机：“你把照片放大一下。”东子虽然有些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但还是把照片放大了一些。对，就是这里。中年男人突然指着照片角落，在照片中院墙的后边站立着一道模糊的身影，他伸着长长的手臂，似乎正在对着镜头挥手，画面就定格在那一瞬间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东子变了脸色。照片中，他的爸妈站在院墙前面，身子只有院墙的大半高，可那道模糊的身影足足比院墙高出了一个脑袋，也就是说，粗略估算下来，那道身影估计有2米多高。看到这里，东子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中年男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这东西可能就是害死你爸妈的凶手。是熊吗？东子颤抖着问。现在是冬天，几乎没什么太阳，再加上有雾笼罩，整天都消散不干净。照片中的生物在这种环境中黑乎乎的，很难分辨出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中年男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或许是吧，但是这么大的熊瞎子，我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。有人反驳道：“这东西绝对不是熊瞎子，大冬天的，熊瞎子要冬眠，怎么可能出来？再说这东西手臂那么长，熊瞎子的手绝对不可能伸这么长。”东子身子摇摇晃晃的，那这到底是什么呀？附近看着这一幕的乘客都沉默了，没有人能回答得出来。我爸妈对视了一眼，我妈眼中闪过几分挣扎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。我爸悄悄拉了拉我妈的衣角，轻轻摇了摇头。最终，关于那个东西的事，爸妈一句话都没说。他们安慰了东子几句，然后又带着我来到了车厢角落。爸妈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东子哥呀？我小声地问。我爸没理我，只是压低了声音，对着我妈说，不能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东子刚出来不久，身上还沾染着他爸妈的气息。那东西吃了老2口，说不定注意力会在东子身上，这样我们就能……剩下的话，我爸没有说出口，可我妈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。如果那东西注意力转移到东子身上去了，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就更大。可是东子他是无辜的，我妈有些于心不忍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咬牙道：“我们一家3口的性命更重要，只能对不起东子了。”我妈沉默下来，我不太明白爸妈在说些什么，只感觉空气都仿佛要凝固起来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很快天色彻底暗了下来，车窗外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时间来到了夜里9点，还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爸妈紧绷的神经这才放松了一些。那东西果然是靠着气味来找人的，火车内这么多人，他找不到我们，估计也找不到东子，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就在这时，头顶的车厢发出一声闷响，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砸在上面。有些已经睡觉的人瞬间就被惊醒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砰砰！紧接着又是2声闷响，落在车厢上面的东西会动。那声音像极了脚步声，就像是那东西在行走。车顶上有什么东西？车厢内的乘客脸色都有些慌乱。老李，是不是他来了？我妈脸色更是一片惨白。小声点，别让他听见我们的声音了。我爸沉着脸，把我和我妈搂在怀里。这东西还真是邪门，我们都换了好几节车厢，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该不会是什么大型生物跳车上来了吧？我估计是老虎、野猪这一类的东西，不然没有这个重量。乘客们议论纷纷，有胆子大的更是用手机打着电筒，探出脑袋去看。你小心一点，别被抓伤了。有人提醒那个乘客，那个乘客没吱声。整个车厢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那个乘客身上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足足过了20几秒，那个乘客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他身边的人感觉不对劲，就用手推了推他。上面到底有什么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不推不要紧，这一推就出大事了。那名乘客的身子软绵绵地倒了下来，他身边的人这才发现他的脑袋不见了，脖子上面整整齐齐的一道切口，就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给割掉了脑袋。啊！
不知道是谁尖叫了一声，整个车厢瞬间乱作一团，所有人都慌了神，争先恐后的朝着其他车厢跑去。可是车厢里面的人本来就很多，人挤人的，根本就走不动路。我们一家3口直接被人群挤到了另外一节车厢。这里的骚乱很快就引起了乘警的注意。当2名乘警看到那个掉了脑袋的乘客过后，脸色大变，急忙向着周围的人了解事情经过。听完过后，乘警安抚了一下乘客，转身去了另外的车厢，还把附近2节车厢的门锁了起来。没过一会儿，乘警又回来了，手里还抓着一杆长长的东西。跟着乘警一起来的还有2名医护人员。大家别紧张，估计是被野生动物给伤了，记住不要靠近车窗，接下来的事我们处理。其中1名乘警听着车顶传来的动静，把车窗打开了一个小口子，手里那杆长长的东西冒出火光，砰砰砰，几声巨响过后，车顶上的东西像是受了惊，在车顶留下一个印记过后，便没了动静。走了吗？我妈低声问。我爸摇了摇头，不确定，暂时先不要乱动。车窗里面的人慌了神，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人回答，就连乘警都一脸凝重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外面还是没有任何动静，所有人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那名没了脑袋的乘客已经被抬走了。为了避免引起骚乱，乘警将车厢门紧紧地关着，端着黑乎乎的杆子坐在车厢内。我妈看着那2名乘警，似乎有了些安全感。老李，有炮杆子在，应该不用害怕那东西了吧？我爸低声说，你没有见过那东西，不懂得它的厉害。我爸当年就是被他追杀，炮杆子都打冒烟了，都没有对他造成太大伤害。我猜他之所以离开，有可能是人太多了，不太好下手。还有，这东西最会蛊惑人心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能掉以轻心。爸爸和妈妈聊着，我站在2人中间，不知不觉像是有什么感应一样，我鬼使神差地向着窗外看了一眼。这一眼几乎将我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伸手不见五指的窗外，一双硕大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那眼睛足足碗口大小，泛着黄光，嘴角几乎裂开到后脑，似乎是在对着我笑。转瞬之间，他又消失在茫茫黑夜里。我被吓得失了声，整个人止不住的颤抖。这时，我爸妈才发现了我的不对劲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过了好半天，我几乎停滞的心跳这才恢复过来。爸，我看见那东西了。什么？我爸脸色大变，他下意识地向着窗外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们能走动的车厢有3节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爸妈把我带到了另外一节车厢内。时间又过去了1个小时，见窗外没有任何动静，2名乘警走了。因为出了人命，车厢内的所有人都睡不着，渐渐有人开始说起话来。突然有人看了一眼东子，那东西该不会是你招来的吧？离我们不远的东子愣了一下，你瞎说什么？那人有理有据，你爸妈被奇怪的东西吃了，他是不是没有吃够，所以循着气味来找你了？有人开了这个头，车厢内的议论声渐渐变得大了起来。对呀，那个东西能一下把人的脑袋抓下来，肯定不是寻常的野生动物，也只有你手机里面拍到的那东西才能做到。东子脸色苍白，你不要乱说。有人从东子兜里抢过手机，打开了屏幕，将那张照片展现在众人眼前。你们过来看，是不是只有这种东西才有这么诡异？众人看到照片中的奇怪生物后，看着东子都眼神都变了。是你，就是你把他招惹过来的。东子被众人的眼神看得慌乱不已，求救般的向着我们这边靠近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大家别乱想，就算是那东西来了也没什么，还有火车保护着我们。刚才他不是都跳上了车顶吗？还不是没能进来。”听到这话，车厢内嘈杂的声音这才小了下去。也是，那个没了脑袋的乘客，要不是自己把脑袋伸出去，估计也不会出意外。话是这样说，可发生了这档子事，车厢里面的人几乎都睡不着。到了凌晨2点的时候，我实在是太困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的，我感觉有人在摸我头发，这种感觉很舒服，就像是我妈轻轻的在抚摸我的脑袋。可这种举动也把我弄醒了，我翻了个身，妈，别摸了。我妈皱了皱眉，我没碰你呀。她下意识地朝着我爸看去，只见我爸2只眼睛瞪得滚圆，默默地朝着我妈摇了摇头。我妈好像也明白了什么，死死地咬着嘴唇，抱着我默默地来到了车厢另外一边。我们刚离开不久，车厢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响声，一个巨大的石头从山崖上掉落下来，将车厢砸开了一道口子。巨大的声音让附近几节车厢的人都尖叫起来，有2个靠得近的乘客直接被巨大的惯性砸倒在地，昏迷了过去。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条长满长毛的手臂一把将其中1名乘客给拖了出去。怪物，有怪物啊！这一次有人通过车内暗淡的灯光看到了那东西的身影，一时间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乘警很快就过来了，发生什么了？看到那东西的乘客哆哆嗦嗦地指着被大石头砸烂的口子。怪物，有怪物，我看到了，它浑身长毛，眼睛跟碗口一样大。乘警拿着手电筒透过口子向外面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是不是产生幻觉了？
大家不要慌乱，之前的估计就是山里的野生动物。不是，已经有人被拖走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有人大喊。乘警皱了皱眉，哪有乘客失踪？不要散布恐怖言论，就是个大石头从山上掉下来了而已。他又说了几句，转身就走了。我爸脸色凝重，这东西当真可怕，知道铁皮盒子不好破开，就上山推石头。老李，你说这石头是他推下来的？我妈脸上一片煞白。我爸点了点头，他的目标多半是我们，只是他可能没有想到，我刚才发现他了。想起刚才的一幕，我爸的脸上没了血色。他手臂很长，只是小臂都比我的大腿都要粗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妈急忙问道。我爸摇了摇头，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，那东西没得手，肯定不会轻易离开，要多加小心。他的话音刚落，车内又有人尖叫一声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我看到他了，像个长了毛的巨人，刚才从车外一晃而过。这怪物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车厢内一片惊慌，所有人都乱了阵脚。要不咱们逃吧，再留在这里，这怪物说不定要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害了。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，紧接着有人开始附和，车厢内这种声音渐渐多了起来，甚至到了最后听不到几个反驳的声音。你们疯了吗？现在跑出去不成了那怪物的活靶子？有人大吼。可惜这种阻止的话并没有一点作用，已经有人拿着破窗锤朝着窗户砸去。东子不知道从哪里走了过来，对着我爸妈说，李哥嫂子，咱们也逃吧。我爸摇了摇头。东子又劝了几句，见说不动我爸妈，跟着人群出去了。看着东子的背影，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对，脑海好像多出了一段记忆。我拉了拉我爸的衣角，爸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？我指了指刚才东子离开的地方，有些腿软。爸，东子哥前些年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爸和我妈脸色一僵，整个人愣在了那里。我又说，我好像记得东子哥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你还带我去吃过席。我爸皱了皱眉，是不是你记错了？东子什么时候死的？我拍了拍脑袋，也有些疑惑起来，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吗？我爸妈没再理我，而是静静地看着火车外。现在是凌晨，外面一片漆黑，还有大雾笼罩。这种情况下出去，明显是很不理智的举动，可偏偏这些人就这样做了。我爸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变了脸色，完了，车厢里有人被那东西蛊惑了。他满脸凝重地看着朝着车厢外涌去的人，真要等到所有人都走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就成了活靶子。老李，要不我们跟着一起出去吧？我妈低声说。现在这情况没有过多的思考时间，我爸沉默了片刻，咬了咬牙，好。对了，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，咱们换上，能最大程度地掩盖我们身上的气息。我爸说着，又从我妈的包里掏出来空气清新剂，喷在了我们一家三口身上。在火车里面这么久，肯定有不少人沾染上了我们一家的气息。我们又改变了气味，希望能暂时骗过那怪物。我爸说着，带着我妈和我一起冲了出去。车厢里面的人本来就多，除去少数几个人没有走，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车厢。大家有手电的打着手电，手机有灯光的开着手机灯光，倒是让外面亮了一些。只是大雾笼罩，这些光芒在黑夜中传不了多远就被吞噬殆尽。东子从人群中走了过来，李哥嫂子，我们一起走吧，我害怕。我爸迟疑了一下，随后点了点头，那你把衣服脱了，换一套。东子虽然不知道我爸这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照做。随后我爸又给他身上喷上了空气清新剂，跟随着前面人的脚步朝着山脚下走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爸还找了几个人一起走。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大半个小时，人群渐渐分散。我们一家加上东子，再加上我爸找来的几个人，一共10人。大家出门在外，很少有人带着手电筒，大都是比较小的照明设备。这些光芒还不至于照亮前路，只得小心翼翼地顺着小路往山脚走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山里突然起了风，一阵浓雾被吹了过来。本来能见度就只有几米，这样一来，只有身边的人能看清，能见度甚至不超过1米。我爸稍微放大了一下声音，大家走一段路就报一下数，免得走丢了。所有人都附和了一声。山路并不好走，走了足足大半个小时，还没有走出多远。我爸停了下来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报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我明显感觉到我爸的身子一僵，明明只有10个人，第11个人哪来的？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慌了，有发颤的声音传来：“谁呀？快出来！快出来！”一群人开始大喊。我爸和我妈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满是汗水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咋还报上数了？有个人从浓雾深处走来，见好几道不善的目光盯着他，那人干咳一声：“我就是走错道了，和前面的人走散了，能和你们一起走吗？”大家虽然有些不高兴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告诉他别乱来了。一群人再次出发。没过几分钟，山里突然传出来一声惨叫。我爸脸色一变，那东西开始害人了。听见这话，我妈也脸色发白。大家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埋着头默默加快了脚步。
一路走来，山里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也不知道多少人遭了毒手。好在那些惨叫声离我们都还比较远，山里这么多人，那怪物短时间内还找不过来。大概又过去了1个小时，身边的浓雾渐渐淡了些，能见度有几米。这个时候已经是早上5点多，山脚下面大概是个村庄，有鸡叫狗嚎声。我爸脸色一喜，动作快点，到了山脚，咱们找个车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所有人都再一次加快了脚步。终于，半个小时后，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村庄，山里的惨叫声也渐渐听不到了。到了山脚，一群人也就分散开来，各自逃命去了。我和爸妈来到一户开了灯的人家门口，敲响了房门。开门的是个年轻人，20出头的样子，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们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敲我家门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爸连忙说，大雪封路了，火车开不走，我们一家有急事，所以就下山来了。年轻人看我爸妈背着行李，也不像作假，稍微犹豫了一会儿，让我们一家人进了他的院子。这大冬天的，怪冷的。年轻人从家里取出来个火炉，不经意地问道，老哥，你们这一家子着急忙慌是要干什么呀？有点急事。我爸想了想，说，老弟，你们家有车子吗？我们一家想去附近县城坐车。年轻人叹了口气，我哪买得起车呀？我爸有些着急，你放心，肯定不让你白送我们。年轻人摇摇头，没有骗你，我真没有车。我爸从胸口的兜里掏出来一张钞票，那你知道这村子里谁家有吗？年轻人愣了一下，把我爸递来钞票的手推了回去，村长家里有辆3轮车，我可以帮你去问问。我妈连忙说道，感谢你了，小兄弟。年轻人摇摇头，表示不用谢，随后把自己家内院的门锁上，转身就要出院子。我爸急忙叫住他，对了，你回来时记得敲4下门，先敲1下，然后连续2下，最后再敲1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年轻人皱了皱眉。我爸干咳一声，就是担心有别人进来了。年轻人脸上有些疑惑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，点点头就出去了。老李，我们不跟着一起去吗？我妈关上院门，低声问道。我爸摇了摇头，还是算了，我也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有没有跟上我们，要是跟上来了，我们和年轻人一起去，不是把他害了吗？我妈想了想，也是这个道理，正好趁着这个时候，看看那东西有没有跟上来。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，我爸并不清楚，但要是有辆车，肯定比走路要快。没过多久，门外传来车子的轰鸣声，似乎是在院门口停了下来，紧接着又有脚步声在院门口外响起。来了吗？我爸脸色一喜，正准备去开门，刚来到院门口，他又停了下来，等着提前约定好的暗号。砰砰砰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我爸脸色变了变，你是谁呀？门外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，不是你让二娃子来找我吗？说要坐车去县城，不坐的话我可就走了。等一下，我爸连忙出声，那二娃子有没有告诉过你要怎么敲门？敲门还有什么讲究？你这外乡人还真是奇怪，这么谨慎，是不是犯什么事了？那个声音响起，紧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敲门声，仿佛要把院门给砸烂。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！我爸脸色紧张的后退一步，我妈也慌了神。老李，该不会是那东西在门外敲门吧？我爸把我和我妈护在怀里，一声没吭。我抬头看了一眼，我爸的脸色白得跟纸一样。没过一会儿，一声喇叭声响起来，敲门声停了下来。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又有敲门声传来，门外有个中年男人的声音，快开门，外面好冷。我爸和我妈都傻眼了，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中年男人似乎愣了一下，我是村长啊。你们不是让李二娃来找我用车送你们去县城吗？我爸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声音都有些发颤，他有告诉过你怎么敲门吗？对哦。中年男人想了想，先敲了1下门，然后又连续敲了2下门，最后又敲了1下。既暗号是对的，我爸这才打开了院门。门外是个40-50岁的中年男人，还停着一辆3轮车。我爸透过院门看着四周的浓雾，对着中年男人问道，村长，你刚才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我好像是看到个什么身影在雾里面。村长皱了皱眉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我爸目光闪了闪，我们下山的时候也遇到了，看不清，不知道是不是熊瞎子。听见这话，村长连忙进了院门，又把门紧紧关上。你这老弟怎么不早说？村长有些生气，这不是着急赶路吗？就没想起这一茬，谁知道他跟着我们下山了。我爸说着又转移了话题，村长，你能把你的车卖给我吗？我妈看了一眼我爸，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要是让村长开车送我们，那东西追上来了，说不定会把村长给牵连进来。你能给多少钱？村长问。我爸从兜里掏出来一些钞票，我这里只有这么多，你看可以吗？村长数了数后，摇头道，这可买不了我的3轮车，还是我送你们过去吧。没有办法，我爸妈只能让村长骑着3轮送我们离开。车子刚开出去不远，村长一脚刹车停了下来，他转过头来，表情古怪地看着我们一家人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让李二娃过来找我，但他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一起回来？我爸妈身子一僵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村长阴恻恻地笑了一声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不是村长？眼看着我爸妈都满脸惊恐，村长突然大笑了一声。李二娃说：“你这一家奇怪得很，还真没骗我。”别害怕，李二娃只是去菜地里摘菜去了。我爸苦笑一声：“老哥，你别吓我了，我胆子小。”村长启动三轮车，坐好，我要加快速度了。油门被村长轰到很大，很快驶离了村庄。出了村庄，周围的雾又浓了起来。一路开了10几公里，都没有任何异常，但我爸妈还是满脸紧张。村长因为我爸给了不错的报酬，心情还不错，一路上都在哼着歌。可哼着哼着，他就哼不出来了。大兄弟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我？我爸脸色凝重地看着周围浓雾，眼神闪了闪。哪有什么东西？村长也不知道嘀咕了一句什么，没再说话，继续开着三轮车。车子又开出去了一段距离，村长越开越觉得不对劲，他不安地左看右看，猛然从周围浓雾中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村长开车的手猛然颤了一下，我爸也跟着抖了抖，那东西跟上来了。我妈说，车子开这么快，那东西是怎么跟上来的？那东西不是正常的动物。我爸沉默了一下，这样下去，我们估计是逃不掉，只有那个人才能救我们一家了。他问村长：“老哥，你知道封门村吗？应该距离这里不是很远。”村长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要去那里吗？”我爸说：“对，辛苦老哥了。”村长沉默了一会儿，要加钱。车子继续前进，一路上，村长的车越开越快，油门都快冒烟了。终于在下午2点的时候，来到了我爸口中的那个封门村。他似乎来过这里，指挥着村长在村子里面左拐右拐，很快来到了一间老屋前。车子停下，给了钱，村长开着三轮车一溜烟的走了。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。我爸妈没理他，连忙敲响了房门。直到屋里的人出来，我才知道爸妈为什么没有用他或者他来称呼这个老人。老人年龄很大了，身形佝偻，看不出男性或者女性的特征。我爸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您一定要救救我们一家，他来了。”老人认出了我爸：“这是你们家里造的孽，和我无关，你们回去吧，我救不了。”我爸脸色一白，跪在地上不断的磕头：“就算你不愿意救我，但孩子和我婆娘是无辜的，您看能不能救救他们？而且孩子也不是我亲生的，跟我没有血缘。”我爸还想说些什么，身后的浓雾中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我爸妈转头看去，只见浓雾中有个模糊的身影，2米多高，四肢很长，身上覆盖着长长的毛发，正瞪着碗口大的眼睛向着这边看来。老人叹了口气，走了出去，对着浓雾大喊：“阿姐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没有放下吗？”那身影晃了晃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老人看了看我爸，轻轻摇了摇头，我也没法子了。我爸咬了咬牙，直挺挺地冲了出去：“你要是没解气，就杀了我吧，只希望你放过我老婆和孩子，他们是无辜的。”说完，我爸直挺挺地朝着高大身影跪下去磕头。我妈也冲了出去，学着我爸的样子，把脑袋磕了下去。过了很久，浓雾中也没有任何反应。我爸妈慢慢抬起头来，这才发现那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。老人站在我的身边，神色复杂地摸了摸我的脑袋。当年阿杰也丢了一个孩子。我爸妈浑身颤抖地走了进来，对着老人深深鞠躬：“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”老人摇摇头：“是你们救了自己。”我爸妈一愣：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老人笑了笑：“你们还记得自己为什么出门吗？”我爸妈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震惊。这一路来发生了太多不正常的事。先是大雪封山，可火车明明才启动2-3个小时，要是大雪封山，车站又怎么会不知道？又怎么会启动火车？车厢里明明发生了很大的事，为什么其他车厢的乘客没有任何反应？东子也真的在几年前就死了。我爸妈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对呀，我们为什么要出门？我们到底有没有出门？被蛊惑的到底是别人还是我们？